那你再来。你这回录屏上了吧？哦，有外卖到了。我们也快下播了，待会儿就会举报我们，官方都来不及赶了。但是我们是正常的兄弟关系啊。对。就是快下播了，对，大概就是陈志俊小的了，老师叫你们同心。第一问是什么？想问模特如何维持两个人的关系？如何维持两个人的关系？你回答还是我回答？一起回答。谁想？你先吧。你先。你跟提问一样。那不异地你就多见面呗，异地你就也得多见面，然后见不了面你就多报备，多报备不是多发那种可有可无的消息，多报备对方有安全感就好了。我觉得呢，如何维持两个人的关系，就是首先每天肯定要发消息嘛，每天发消息，然后消息里面肯定要带那种关心对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还有什么维持？然后呢，少说那种气话，对，你少说了吗？然后呢，下一个问题，不能睡到下午，睡到晚上。睡到下午还以为上午跟查岗是必须的。我们有个之前跟你们说了，我们有个软件。好的。有时候小猪猪就是想发个照片让他发个照片给我看，他又不发，然后我就自己查岗，自己翻他的相册看。就是他直接远程控制我的手机，打开相册翻看。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？3月4号。你什么时候？我初一就开始了。我高中。我高中是这样的。我初中得比较爱看谁先主动找的谁？谁先主动找的？我关注明明的呀。他关注的我。然后第三个问题是，他是初中，我是高中。我初一。跟对方讲过各自的前任或者暧昧对象吗？讲过啊。讲过。肯定要问一下。我们要了解一下吧。对呀。还接触过。不是。这个不能。对抗。睡觉一般是穿少还是穿多？穿少。你说最好是不穿。穿少最好是不穿。比较喜欢摸猪肉。就是说睡觉吃猪咪是几个意思？睡觉吃猪咪是几个意思？我们就吃猪咪，听不懂什么玩意儿。自己说是猪咪。床上哪有什么猪咪的？是。第5个问题是，俊俊和明明谁更爱笑？这个说呀。谁更爱笑？明明更爱笑，然后谁更爱哭？他更爱哭，是不是？还不是被小猪气的？他被我气哭了。见你气了，一点也不气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
我去，是柏拉我去，图吗？你等等，你看好后面这句话是啥玩意儿？这个可以吗？他们都问了，已经放在这里了。好吧，不是的话，明明和俊俊不，首先你回答这个是不是柏拉图？我们再次澄清一下，坐端着。我俩非柏拉图。还宣誓的？对，我宣誓。我宣誓，我是柏拉图。非没有柏拉图的义务，对的。我听老鼠叫了，叫的特别大声。然后大晚上老鼠就在叫。然后是，不是的话，明明和俊俊做饭谁更主动？我靠！你别，你还说我不说？有一句话想说。什么？那句话叫怎么说呢？什么？厨房已经很久没使用了。哦，就是他。你们自己品这句话吧。厨房已经很久没使用了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厨房已经很久没。我们2个月没见了呀，对不对？但是谁更主动呢？你怎么像我呢？我就你，晚上不好好睡觉。然后是明明和俊俊的生理性喜欢程度，就是明明和俊俊的生理性喜欢程度。谁会更粘人？都差不多吧。谁会更粘人？生理上是他粘人，这个是真的。比较喜欢摸小猪。然后谁哥弟弟？前方高能。我比他大1岁。然后是最那个什么？一起洗澡的频率高吗？一起洗澡频率不高。你们觉得多什么算高？天天洗。天天洗算高，那就是不高。偶尔洗。偶尔一起洗澡。洗澡的时候会干些什么？不对，洗澡的时候就搓搓背呗，就背洗澡，搓平时对方戳不到的地方。对。没有毕业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最开始俊俊找明明聊天的时候，明明怎么想的？俊俊怎么想的？你先说吧，俊俊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？我不知道谁问的问题啊。一开始我找他聊天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，然后可不可以那个，不可以的话我就不接着问了。明明怎么想？其实我一开始有点听出来了。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，我还以为他是直的嘞。瞅瞅你看宠不宠你？然后明明的感受就是，我当时他找我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能看出来，不是我看他作品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出来他大概不是正常人。下一个是，我觉得这个可以那个一下。第一次做饭是谁提出来的？咱这些小麻丝吧，就是坏是不坏，年纪也不大，就是那个蟹肉为啥是黄的都？谁提出来的？第一次进厨房是谁提出来的？对，第一次进厨房是谁提出来的？就是我们进厨房炒菜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。谁？在长沙。在长沙的时候。记住。你跟我说是谁？我忘记了。明明。美团上点的。就是，然后下一个是想问抹刺儿的相识相知的故事。相识相知。相识相知那个故事不是一直在置顶视频吗？置顶视频有，然后大概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知识继续不调皮的话，相识相知的故事
就是一开始俊俊关注了明明的抖音，然后后面我们就加上了联系方式，加上之后我就开始，他先试探了问了我一下，没有，先隔了4个月。隔了4个月以后，我们才聊上几句话，然后他问我，那期间一直以为是直男，都没跟直男任一鸣说过话，直男任一鸣也没跟我发起过聊话。然后就慢慢的一直到现在，对，现在你们都可以看到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有共同话题的，怎么聊天的？传授一下秘诀。怎么聊天的？你说，这个你会，你传。共同话题，那一开始加上，如果你俩有那个意向的话，肯定要聊一聊兴趣爱好。一般都是拿兴趣爱好开始的，然后兴趣爱好、家庭住哪里，然后将来情况，一般我们的群体都是学生，然后会问问学校，然后学了什么，然后聊着聊着就到了在学校里的有什么有趣的事儿。是的。然后也可能聊到游戏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游戏，打得多了，然后相处时间多了，就想着，对，见个面。对，然后就见面。最好吧，一开始先把兴趣爱好啥的，你一开始别先光问游戏，问你喜欢吃什么呀？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问问这些细节，然后对，最好问一下对方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把这些问好了，你感觉对方可以，然后那个价值观包括规划跟你差不多，然后聊起来很舒服，就可以那个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最喜欢对方哪一点？最喜欢对方的哪一点？你说吧。又先说。最喜欢对方的哪一点？最喜欢人民比较善良，善良都过头了都。善良到啥过头？就是出去玩，然后每次看到路边有那种老人，明明就说我们给他点钱吧。真的很可怜。那有的时候就是玩到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兜里都没几个的时候，明明还在那说我们给他几个吧，我们都没有你还给他，我们都比他可怜的话。拜拜小心。最喜欢陈志俊的，对，耿直，说话很直接，也不糖不噎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被气到？被气到了，超被气到的。还喜欢耿直。以后有什么规划吗？同居以后的生活？同居这个说过好多遍了。同居以后的规划说。同居以后规划。你先说以后有什么规划，然后说同居后的生活。目前是在先最近1年，然后2个人，其中1个人，一般就是我。9点。对，先找到一个工作，有工作之后就有这个了。好的。就可以租一个比较好的房子。到时候小猪猪找不到工作，也有地方住，也有地方可以吃好的喝好的。然后慢慢的等小猪猪找到工作了，然后我们2个人每个月挣的钱就多了。到时候慢慢攒个2-3年，先交个首付，就可以买一个自己的房子。是这样的。买上房子就好了，买上房子就可以开始攒钱买车了，然后在这期间可以买小猪、小狗，买小猪、小狗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在确定关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犹豫或者顾虑？现在回头想来，还在对感情犹豫的粉丝想说一些什么？对那些还在对感情犹豫的粉丝。没有犹豫啊。没有犹豫有顾虑啊，因为当时想着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嘛。
对呀、我们双方父母是知道的。就是对感情犹豫的小粉丝们，你想说，感情犹豫说明你两个相处的还不是很舒服。你大胆嘛，大胆一点儿，你就不要先考虑以后了，活在当下。反正我俩就是当时那几天就聊下来相处下来非常的舒服。活在当下就好了，也不用管以后。以后的话，就以后再看。父母什么态度？父母，没多久了，再过1-2年还管他们什么态度？是的，大不了在外面住。洒脱一点儿，对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第一次见面谁更主动？陈志俊，他。对。小猪猪进酒店那个门，进房间了就一动不动，在那坐床上在那乖乖的。对，我还要再跟你们说一次，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陈志俊准备了鲜花，准备了戒指，然后想着进门了，在那儿什么，就是把戒指送过来那种，结果一进来他特别尴尬，什么也忘了。真不骗你啊！当时你敲门，我在门后面都不敢开门，都快晕厥了，都快。那个就是那个血压上来了，就顶着那个脑袋，那个脑子疼，感觉那个血都要从脑袋里喷出来那种。但是第一次的鲜花很好看，能想象到吗？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什么时候让对方感觉最霸道？什么时候？明明拉黑俊俊，吵架的时候。明明拉黑俊俊，超无力的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那我这个一样。那你呢？我什么时候最霸道？什么时候？陈志俊什么时候最霸道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出租车司机可能有点那个吧，有点歧视。有点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态度特别不好，陈俊超霸道的跟门一关，他可能都忘了。我知道，那么在徐州，在徐州那个司机，就是我们本来是比如说打车到某个酒店，然后临上车了，然后明明说不想先回酒店，想去另一个景点，然后我们上车，那个车还没动，然后我说跟司机说我们换一个目的地，已经改了，然后改了之后，然后那司机一听我们改目的地了，然后立马不带了，就在那嚷，哎呀，那个地方那么多，我都过不去，要不你就别打我们这个车，我都堵死的也不挣几个钱，你们这一改目的地，这多不好。是的，原话比这个还难听，就一直嘟囔的。然后说你拉不拉？他说我不爱拉嘛，那么点那么多，挣不几个钱，就这么个动静。我一听这个动静，当时本来就急又热，给他那个车门使劲一关，反正就是那种摔的意思。对，很霸道。我们已经尽量模仿他在说话了。那个司机当时就这么嘟囔的。下一个是会做故意让对方吃醋的事儿吗？会吗？不会，因为害怕吵架。你这样故意作的话，我们俩没有经常吵架呀。故意作的话，吵起架来不好。然后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。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。小猪猪可不可爱？不可爱，小猪猪超不可爱。对，爱你是这意思。真的？假的？你快说吧，你先说。生气的时候不要冲着动。明明呢？这是对你的忠告，也可能是遗言。生气的时候不要冲动。在家里有我惯着你，出外面我看你怎么办。那不是人人都叫陈志俊。陈俊超宠。下一个是第一次对对方产生想亲一下的念头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当然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第一次见面就想亲。咋的？不能亲亲大男朋友？第一次见面是12月
就合肥嘛27，合肥。12月27号。那么来到下一个问题。果然是猪脑。12月27是啥时候？哦，等一下，啥时候见的面？2024年12月30号。12月30号，待了不记错了。到一天。27号是确定的时候。哦，那个早上谁先起？他先起，早上他先起，然后先起的那个人会去叫醒对方吗？不会。不会。如果我把小猪猪叫醒了，他会一天都没有好情绪，就一直蔫吧唧的。我就会很困。我困。觉得对方的浪漫基因如何？一般。没有。我还有就是浪漫基因有的，但是就是这个嘴巴吧不太会表达。是吗，Y3？我感觉这个就是你的。下一个问题是，谁更爱照镜子在意形象？明明。猪猪的镜子。哎，你这个镜子刻的地方跟我在学校那个刻的地方一样。小猪猪也是这个东西。哎，一模一样。我们俩镜子一模一样。是的吗？这是我在刻的地方都一模一样。下一个问题是，还有3个问题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小老鼠已经开始运动了。对无理取闹的定义。下一个问题是，有没有长久把对方规划到自己的未来计划中？有的。你呢？这个我感觉肯定有吧。肯定有啊。没有的话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儿？难道是在一块儿为了个拖累吗？啥时候见的面？这是7月10几号见面。对啊，这个问题肯定是我。下一个是最累的时候谁哭得最狠？最累的时候。OK， 现在没有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我们把那个该问的问完了。啥意思？什么叫该问的问？还有的是录，对，是我们的作品。我给歌放大一点，大家准备好。就单纯的想亲，不要咬我。谢谢大家点赞，谢谢大家礼物。还有21秒，我们那个一下就下播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舍得大家？你把我加点火上烤。你说的。我说舍得大家的话会被骂，说不舍得大家的话会被你训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。的心跳，心。我的小型玩具跟小枕头似的，跟个小枕头似的。你知道为啥吗？知道为啥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就扛那个扛的。扛化肥，心大气。对。承认时间超宽了。OK， 我们准备下播了，就这样。对哦，再见了，大家，晚安。